清晨，我们登上了前往中山的大巴。中山紧邻珠海，就在它北面，仅仅1个多小时的车程。虽然没去过中山，但如雷贯耳啊，因为它是孙中山先生的故乡，一定要去看看。今天也想亲自考察一下，看看中山和珠海这2个近邻，哪个更适合旅居，甚至适合养老。中山原名叫香山县，1925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改名为中山县。1988年进一步升格为地级市。我做了一下功课，世界上有很多以名人名字命名的城市，比如美国的华盛顿前苏联的列宁格勒、斯大林格勒，而中国以名人命名的城市好像只有中山1个。县级的倒是有几个，比如志丹县纪念刘志丹，靖宇县纪念杨靖宇先生。我们今天乘坐的是样样巴士公司的大巴，每人才18块人民币。虽然距离不远，但中间要停7个站，其中有一站我一看，哈哈，叫北师大，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。北师大是我的母校啊，早听说师大在珠海开分校了，我跟师大是有不解之缘啊。中学就是师大附中，研究生又是在师大教育系，甚至还在师大工作了几年，所以一听见北师大3个字就倍感亲切呀。没过多久就到中山了，中山和珠海还真是挨得很近，我们中间还停了那么多站，要是自己驾车来就更快了。哥，这是我们今天要吃的。到了美食环节了，中山美食也是必须要品尝的，其中石岐乳鸽是一道传统名菜。中山食神这个餐厅，据说它的乳鸽做得很棒，它就坐落在中山的华发商城的顶楼。这家餐厅没有什么豪华的装饰，应该说比较大众的接地气的餐厅。我看了一下就餐的几乎也都是中山本地人。我最喜欢这类餐厅，一它肯定正宗，另外价格也实惠。你还别说，现在都电子化啦，电子点餐，机器人送餐。这是什么呢？老鸭汤。这个是今天的重点，这叫石岐乳鸽。中山有各种美食，只要查一下网上吧，排名第1的就是这个乳鸽。乳鸽通常选用28天左右的乳鸽，肉质是最鲜嫩的。它有各种做法，但是烤乳鸽是最经典的，外皮酥脆，内里多汁，味道鲜美，回味无穷。好，下面我们说说中山的这个房屋市场啊。地产是我老本行，职业习惯每到一地都要了解一下当地房地产市场的行情。这次回国之前，我一直关心中山地产的现状。中山这些年吸引了不少大的地产开发商，开发了很多大的地产项目，比起深圳和珠海，价格相当有吸引力。最后我们比较一下珠海和中山这2个城市，哪个更适合旅居呢？从气候和环境方面啊，珠海有优势，它是沿海城市，空气质量好，冬天温暖湿润，它有自然景观，环境也很漂亮，适宜宜居。中山在这方面处于劣势，因为它不靠海，缺乏海景资源，它是以城市景观和人文为主。医疗资源方面呢，珠海医疗资源非常丰富，它有很多3甲医院。中山虽然也有几个大医院，但就不如珠海的优质资源这么集中啊。说说生活成本和房价，珠海房价比较高，平均价都在2万5以上啊，市区更贵了。它的物价也和1线城市比较接近，包括餐饮和交通成本。中山房价明显低，1万到1万5，甚至有些地方低于1万。生活成本中山也低，本地的农副产品，所以更适合那种节俭型的养老啊。
另外还有一个特点，大家注意，珠海外来人口多，社区包容性比较强；中山是本地人为主，方言环境非常明显。所以两个城市比较一下，简单说，珠海漂亮舒服，中山更便宜，你选哪个呢？码头。1912年，孙中山卸任临时大总统后，常从南京南下，沿途考察，并经港澳回翠亨。5月30号，从该码头乘船发水，荣归故里。孙先生。中山市市中心的这个步行街，它有一定代表性，游客通常都要打卡的一个地方。中山步行街是购物和美食的天堂，也是了解中山历史文化的好去处。它的原名叫孙文西路，是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而命名的。这条街道历史悠久啊，曾经是中山市最早的商业中心之一。这里既是中山市最受欢迎的购物和饮食区，又是拥有100年历史的建筑古群。它融合了中西建筑的风格，马路两旁是经历数十年、上百年甚至数百年的历史建筑群，至今依然保留着古建筑的艺术色彩。整个街融合了中西方古典建筑造型，至今甚至还幸存着一些精湛的木雕、灰塑等等中西合璧的建筑物体。沿着步行街向前走，我觉得这段是步行街最漂亮的一段，很上相。步行街两旁的骑楼建筑是中山市的一大特色，它展现了岭南建筑风格和西方建筑元素的一个融合，具有浓厚的历史文化氛围。好，这期就到这儿，下期我们去广州看看。